全世界最像动物的10种花卉，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小小的花朵竟能将动物模仿得惟妙惟肖，从披着鸟羽的花到酷似章鱼的花，有的花儿如同襁褓里的婴儿，有的花朵则酷似憨态可掬的野兽。这种来自南美洲的花如同外星人的面具，让人惊叹，而这种生长在东南亚的花朵则以酷似鹦鹉的形态，让人恍惚间难辨真假。本期视频奇趣最套将和您一起认识10种酷似动物的神奇花卉。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以及点赞，感谢您的支持。现在我们开始吧。第10种，飞鸭兰。飞鸭兰是一种原产于澳大利亚的奇异兰花，它是澳洲大陆上的特有植物，属于兰科飞鸭兰属。飞鸭兰的花朵和展翅飞翔的鸭子极为相似，它不仅有着如同鸭子般舒展的翅膀，还有圆圆的脑袋和扁扁的嘴巴。每年春末夏初，飞鸭兰开花时，绿紫相间的花朵如同一只只小鸭子，非常惹眼。花朵上方的唇瓣形成鸭子的头部和弯曲的脖子，中间的唇瓣像极了鸭子圆滚滚的身体，两侧的花瓣向后伸展，如同鸭子张开的翅膀。最下方的花瓣如同鸭子的尾巴，尤其是连鸭嘴的弧度都模仿得惟妙惟肖。除了酷似鸭子的外形，飞鸭兰的传粉方式也独具特色。它的花朵能产生一种类似雌性胡蜂的信息素，可以诱惑一种特定的雄性胡蜂前来寻觅伴侣。然而，当受骗的胡蜂触碰到花朵唇瓣顶端约2毫米宽的触发点时，花朵的唇瓣便会以极快的速度向下弯折。这一动作能将传粉昆虫强行摁在布满粘性花粉的和蕊柱上，迫使其沾上花粉。等到唇瓣恢复原状时，传粉昆虫便会带着花粉飞向下一朵花，从而帮助花朵完成授粉。在澳洲大陆上，飞鸭兰通常生长在昆士兰至塔斯马尼亚的沿海桉树林中，它的根系依靠与一种特定真菌共生来获得养分，如果没有这种真菌，便无法长期生存。因此，飞鸭兰是一种几乎无法人工栽培的兰花品种，被誉为兰花界的幽灵，只有在原生地才能看到它的独特花朵。不过，由于面临着过度采挖以及栖息地破坏的危险，飞鸭兰的野生种群数量也在逐年锐减。目前，这种兰花已被列为重点保护植物。第9种，鹦鹉花。在泰国、缅甸以及印度东北部的潮湿山林深处，生长着一种令人惊叹的植物，它的花朵看起来就像一只振翅欲飞的小鹦鹉，因此被称为鹦鹉花。鹦鹉花属于凤仙花科，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花朵上紫红与粉白交织的花瓣形成鸟的羽翼，长长的花距如同弯曲的鸟喙。许多第一眼看到这种花的人常会被它的独特形态所震撼。19世纪末，英国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在泰国北部的潮湿森林中首次发现鹦鹉花，并正式发表了关于它的描述。此后，鹦鹉花便是无数花卉收藏者梦寐以求的珍宝。鹦鹉花的独特造型其实是亿万年自然选择的结果，它的花朵能够吸引某些特定的长喙蜂为自己完成传粉。更加有趣的是，鹦鹉花的种子依靠果实裂开的弹力传播，它的荚果成熟后稍微碰触就会突然裂开，将种子弹射出去。不过，真正让鹦鹉花成为传奇的却是它的极端稀有性。鹦鹉花主要分布在泰缅边境等海拔约1500米的潮湿山林中，它们对生长环境有着非常强的依赖性，是一种极为罕见的观赏植物。由于野生种群濒临灭绝，鹦鹉花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形式的野外采伐与交易都被明令禁止。第8种，蓝蝴蝶花。蓝蝴蝶花也叫紫蝶木或乌干达青铜，是唇形科3对节属的灌木或小乔木。它原产于非洲东部热带地区的肯尼亚和乌干达以及坦桑尼亚等国，如今在全球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都有广泛栽培，是一种极具观赏价值的花卉品种。蓝蝴蝶的植株高度可达3米，它的花朵组成圆锥形的花序，顶生于枝头，每朵花由5枚花瓣构成，4枚浅蓝或白色的花瓣如同蝴蝶的翅膀平展对称，1枚蓝紫色的唇瓣自然下垂形成蝴蝶的腹部，
3根细长的雄蕊弯曲成弧形，恰似蝴蝶的触角在风中颤动。这种逼真的形态模仿，堪称自然界的仿生学奇迹。不过，蓝蝴蝶花的花朵并不是为了迷惑蝴蝶，鲜艳的蓝色和独特的形态在昆虫眼中就像无比醒目的广告牌。它的花朵尤其能够吸引蜜蜂和蝴蝶的注意，它的花丛中常常是花中有蝶，蝶中有花，让人难辨真假。由于花型独特，而且生命力旺盛，蓝蝴蝶花是一种广受欢迎的观赏植物，它几乎全年都能开花，而且生长迅速，非常适合庭园种植或盆栽造型，能为环境带来一抹梦幻般的蓝色动感。第7种，角蜂梅兰，花朵也会使用美人计。这种叫做角蜂梅兰的花朵不依靠艳丽的色彩或香甜的花蜜，而是凭借酷似雌性角蜂的花朵吸引雄性角蜂完成授粉，因此被称为植物界的美人计高手。角蜂梅兰原产于地中海沿岸，属于兰科梅兰属的草本植物。它的花朵小巧精致，外形就像雌性角蜂的复制品。花朵下端的唇瓣酷似圆润饱满的雌蜂腹部，棕黄相间的斑纹以及细密的绒毛如同雌蜂的绒毛纹理，两侧的花瓣则像雌蜂舒展的蜂翼，而花柱和花蕊结合形成的合蕊柱则酷似雌蜂的头部。更加神奇的是，角蜂梅兰的花朵还能分泌出与雌性角蜂性信息素高度相似的化学物质。这种无形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当雄性角蜂循着气味找来时，酷似雌性的花朵就像一位极具吸引力的窈窕淑女，对雄性角蜂来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当雄蜂兴冲冲地落在花朵上时，花粉便会精准地粘附在它的身体上，之后求偶落空的雄性角蜂便会带着花粉失望离开。很快它又会被下一朵施展相同骗局的花朵吸引，于是花粉便会准确地传递到下一朵花的柱头上，从而完美地帮助角蜂梅兰完成异花授粉。这种极具欺骗性的授粉策略，使角蜂梅兰在最贫瘠的土壤中也能实现自身的物种繁衍。不过，更令人惊叹的是，不同区域的角蜂梅兰还会因为当地雌性角蜂的品种不同，来调整自己花朵的外形以及气味。第6种，天鹅花。每年的8至9月，一种酷似天鹅的乳白色花朵在山东栖霞崖山的山林间随风摇曳，远远看去像极了一群群展翅欲飞的白天鹅。这种神奇的花朵就是天鹅花，它的学名叫做拟两色乌头，是毛茛科乌头属的多年生草本慢生植物。资料显示，在中国大陆，天鹅花主要分布在山东崖山以及河北百里峡，它们生长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高山森林中，野生种群数量不足1000株。它的藤蔓通常可达 1.5 米左右，花朵修长洁白，最上方的花瓣延伸出纤细的钩状结构，看起来恰似天鹅弯曲的脖颈，下方的花瓣则如同2只分叉的鸟爪。整个花朵看起来像极了一只引颈高歌的天鹅。有趣的是，天鹅花通常成片生长在幽深的山林间，无数酷似天鹅的花朵簇拥在一起。当微风拂过，花枝摇曳，这些酷似天鹅的花朵就像将要振翅高飞的白天鹅，充满了童趣。据说，天鹅花很少会单独绽放，它们就像天鹅一样，总是成双成对相伴而生。传说很久以前，山东栖霞崖山上住着一对朝夕相伴的白天鹅，后来它们被乌龟精拆散，最终悲鸣而亡。当地山神被天鹅的忠贞感动，于是将它们化为并蒂的花朵，让它们永世相守。所以当地民间也将天鹅花叫做情人花。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天鹅花作为乌头属植物，含有乌头碱，具有较强的毒性，如果误食便会引发心律失常，甚至危及生命。因此观赏这种植物时需保持距离。同时，由于天鹅花的分布范围狭窄，野生种群数量稀少，已被列为生态保护物种。第5种，白鹭花。白鹭花是兰科白蝶兰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日本、朝鲜半岛及中国东部一些地区。它的植株高约20至50厘米，花朵洁白素雅，宛如振翅欲飞的白鹭，因此也被称为鹭兰、鹭草以及狭叶白蝶兰等。白鹭花将白鹭模仿得惟妙惟肖，花瓣边缘的丝状链条宛如白鹭轻盈的羽翼，细长弯曲的花距如同白鹭的尾羽。当微风拂过，
花影摇曳，恰似一群白鹭掠过翠绿的草丛，显得优雅而灵动。令人称奇的是，白鹭花的形态并不是单纯的美丽巧合，它通过精准模拟白鹭的形态来吸引夜蛾等特定授粉昆虫。在昆虫眼中，这朵陌生的白色生物更能激起它们的探索欲望。当昆虫落在花朵上试图一探究竟时，便会不知不觉间帮助白鹭花完成传粉。白鹭花偏好向阳且湿润的环境，它们通常生长在潮湿的草地或沼泽附近，对生长环境有着较高的依赖性。而且由于它的花朵极具观赏价值，因此也面临过度采摘的危险。近年来，白鹭花的野生种群数量在快速减少，如今它已被列为濒危保护植物。第4种，萨尔瓦多马兜铃。在中美洲萨尔瓦多的云雾森林里，有一种诡异而迷人的奇特植物，它的花朵酷似《星球大战》电影中反派的头盔造型，被网友称为最富科幻色彩的花朵。这种叫做萨尔瓦多马兜铃的植物，属于马兜铃科马兜铃属的缠绕性多年生藤本植物，原产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国家。它喜欢潮湿阴郁的林下环境，常攀附在树木或岩石上，生长高度可达10米以上。它的花朵颜色暗红，上面布满浅色脉络，整个花朵外形酷似头盔的轮廓，中央2个白色斑点恰似头盔上的呼吸孔。当暮色降临，暗紫色的花朵在林间若隐若现，醒目的白色斑点变得如同一对眼睛，整个花朵仿佛一张扭曲的大嘴，随时准备吞噬猎物。除了独特的外形，它的花朵还能散发出一股腐肉般的恶臭，这种气味能精准吸引一些食腐性昆虫前来产卵。当昆虫寻味而来，钻入花朵内部时，便会被花壁内朝下生长的细毛困扰，难以立即离开。它们身上的花粉便会粘在花朵的柱头上，从而帮助花朵完成传粉。过去，中美洲居民还曾将萨尔瓦多马兜铃作为药物来使用。不过，现代研究发现，马兜铃属植物含有一种叫做马兜铃酸的物质，这种物质对人体的肾脏有着潜在的毒性，长期或过量摄入可能导致不可逆的肾损伤，并增加患癌风险。因此，使用这种植物时需要非常谨慎。第3种，章鱼兰。章鱼兰又名章鱼花或烧兰，它原产于中美洲的加勒比海群岛及南美北部的热带地区。它的花朵酷似一只张开触腕的章鱼，看起来诡异而又优雅，是兰科家族中极具个性的成员之一。章鱼兰的植株外形并不显眼，通常只有20至50厘米高，常附生在树干或岩石上。它的花朵直径约7至8厘米，形态看起来就像是章鱼最逼真的克隆体。位于花朵正上方的唇瓣为贝壳状，恰似章鱼圆溜溜的脑袋，内部紫黑色和黄色的带状条纹，仿佛章鱼脑袋上斑斓的纹路与吸盘。下垂的花瓣与萼片细长且扭曲，就像章鱼舒展的触须四散伸展。更神奇的是，章鱼兰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几乎能够全年开花，而且它的单花寿命能够长达30天。这种超长花期不仅使章鱼兰在传粉者稀缺的树冠层都能繁殖，也让它在园艺界深受人们的喜欢。摆放几盆章鱼兰在阳台或花园里，当微风吹过，酷似章鱼的小花欢快的舞动，是一种别样的乐趣。第2种，猴面兰。猴面兰也称猴面小龙兰或德古拉兰花，它的花朵上清晰地浮现出一张猴子的脸，2只深色斑点仿佛眼睛，花心呈现出逼真的鼻口结构，连周围细长的花萼都像毛发般外翻，整朵花像极了一只凝视着森林的小猴子，生动得令人惊叹。见过这种花的人无不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创造力。猴面兰是兰科小龙兰属的一种珍稀附生兰花，原产于厄瓜多尔东南部和秘鲁的云雾林中。由于对环境极为挑剔，它的野生种群仅生长在少数未被破坏的原始森林中。它生长的地区终年云雾缭绕，湿度非常高，随着全球变暖，适合猴面小龙兰栖息的云雾林也在逐年减少。目前即使在原产地，这种花也非常罕见。猴面兰的单花寿命通常仅有1到3周，但是它的花朵可以轮番开放，因此整株植物的花期可以持续数月之久。
神奇的是，猴面小龙兰的花朵没有花蜜，它会散发出一种如同橘子成熟后的香味，来引诱一些特定的蝇类为自己传粉。不过它的传粉成功率非常低，由于数量稀少，秘鲁政府早在2019年就已经设立了猴面兰保护区。2023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也已经将这种植物列为极危物种。不过在欧美的黑市上，据说单株猴面小龙兰的价格高达$5000，在利益的驱使下，非法盗采常常屡禁不止。第一种，襁褓婴儿花。襁褓婴儿花的学名为安古兰，是一种独特而迷人的兰花，它的花朵大而美丽，看起来形似裹着襁褓的婴儿，因此而得名。这种花原产于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以及秘鲁等地，原生于海拔1500至2500米的云雾森林中，植株高约30至60厘米。它的叶片宽大宛如翠绿的披风，花朵长约6至10厘米，花萼与花瓣紧密包裹在一起，形成一个如同摇篮或襁褓一样的结构。花朵中心突出的唇瓣酷似婴儿的头部和蜷缩的身体，上面还点缀着粉红色或紫色的斑纹，仿佛婴儿脸颊上的红晕，周围的花瓣则像包裹着的白色布巾。从正面看时，整个花朵的轮廓与襁褓中的婴儿惊人的相似。在静谧的森林中，襁褓婴儿花就像一个沉睡在森林摇篮里的生命，显得灵动而优雅。凭借这种独特的外形和迷人的清香，襁褓婴儿花深受人们喜欢，是园艺爱好者们争相培育的花卉类型。它的独特花朵不仅能为人们带来视觉上的震撼，也向人们展示着大自然的奇妙与智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赞、评论以及分享。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